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不管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我一直都很喜欢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的那段话。他说，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的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一天的老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21岁生日的时候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一直以为25岁的我就是王小波笔下永远生猛下去的牛，什么也锤不了我。直到我拿到体检报告，发现自己有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毛病，像是瞬间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整个人都畏畏缩缩起来。以前总以为体检是人到中年的项目，和20多岁的我毫无关系。我生龙活虎，能有什么毛病？拿着公司发的体检卡去检查，也抱着反正不用我花钱就来随便看看的态度。大夫看着我的体检报告，大概习惯了现在年轻人亚健康的状态，轻描淡写地分析着各种问题的成因，熬夜、焦虑、生气、饮食不健康，嘱咐我定期复查。我慌了神，站在医院门口看着体检报告苦笑。人真的比想象中脆弱，哪怕是在如此生猛的年纪。人到了一个年纪就会不自觉地变怂，原来坐过山车只喊过瘾，后来被人硬生生地拉着也不愿意上去。原来通宵打游戏，早上照样连轴转地去上班，后来晚睡一会儿，第二天就昏昏沉沉的不舒服。原来觉得生老病死是很遥远的事儿，好像永远与我无关。后来发现每一个人都逃不过，它离我们很近。2年前，我朋友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偶然摸到了脖子上有一个鼓包，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是甲状腺结节，紧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检查、化验、穿刺手术。不幸的是，他年纪轻轻得了恶性肿瘤，从老家来北京看病做手术，花了不少钱，也折腾了很久。在脖子上挨了2刀，留下了很明显的疤痕，要终身服药才能维持稳定。还算幸运的是，甲状腺癌的生存率很高，不要命。他做完手术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忍不住地抹眼泪说，明明平时挺注意健康的，为什么突然间会这么严重？我也跟着他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生命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总是让人怀疑自己的运气，总是让人感慨命运的无奈。纪录片《人间世》是我向很多人推荐过的一部片子，没有深奥难懂的逻辑，也没有迂回曲折的情节，它就是简单的记录医院里的故事，却赚足了人们的眼泪。那些病床上的深情，奄奄一息前的托付，以及你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疾病苦痛，一遍一遍地在告诉我们，活着真好。成年人害怕自己生病，更怕家里的老人生病，因为不论是谁生病，谁有意外，都会给摇摇欲坠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打击。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幕惹哭了很多人，病重的奶奶对周一围饰演的警官说，为了买药，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拖垮了，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得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真实的人间疾苦是越来越多成年人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壮，
熬夜之后会心跳加速，一场大病会拖垮本不稳定的生活。带着年迈的父母穿梭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更是体会到了生活的无力。好好赚钱，保持健康，是很多人在生老病死面前最直观的感受。成年人的稳定生活就是用金钱、用健康、用保险筑起的一堵高墙，抵御意外，抵御疾苦，用手头的砝码将损失降到最低。买保险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给自己买的商业保险，给孩子买的意外险，给家里老人买的医疗保险。以前人们总是觉得买保险是乱花钱，后来逐渐明白，买保险就是在买保障，保障就算大风大雨，也尽可能不把我们的生活吹倒。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就给自己买了额外的医疗保险。瑞华保险是我对比了很多繁杂庞大的保险项目之后定下来的。今年经济条件好了一些，还给爸妈买了额外的医疗保险。瑞华有保家的医保加医疗保险产品，很适合保险小白作为购买医疗保险时的第一选择。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航海远行，希望我们都能幸运的少经历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躲不过，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身经百战的水手。愿你平安、健康、健康。